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一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好，我们就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题哦。自从 ChatGPT 在2022年底横空出世以来，整个世界真的好像都为它疯狂了，对吧？我相信你也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就觉得说，哇塞 ，AI 终于无所不能了。你看，它可以写诗，可以写程式，还可以做研究报告，什么都会。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很焦虑，想说，我们人类是不是快要被取代了啊？但是等一下，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ChatGPT 它真的就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吗？就在大家对 AI 充满兴奋，又有点焦虑的时候，有一位超级重量级的人物跳出来泼了一盆冷水。这位杭世基可不是普通人哦，他就像是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他说的话在学术圈可是非常有分量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直接说了 ChatGPT 的承诺是一个虚假的承诺。哇，这句话分量真的很重对吧？他认为，尽管 ChatGPT 看起来威力无穷，但它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根本的结构性的限制。好，重点来了。那杭世基的论点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真正的智慧不只是能够综合、整理、分析已经存在的事实，也就是所谓的 "What is the case"。更关键的是，要有能力去分辨什么不是事实，什么不应该发生，以及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我举个例子，大家马上就懂了。这就像 ChatGPT 可以帮你写出一首完美的莎士比亚风格的14行诗，但它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无色的绿色点子愤怒地睡觉这句话虽然文法上好像没错，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它缺乏对世界运作规则的理解，这就是我们人类能做到，但纯粹的数据学习做不到的根本区别。所以我们可以把杭世基的批评浓缩成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比。你看左边，预测，这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本质。它透过阅读网络上10000笔资料，去预测下一个字、下一句话最有可能长什么样子。它其实是一个超级厉害的模式识别跟几率计算机器。但你看右边，解释，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解释需要理解背后的规则、因果关系，知道为什么 A 会导致 B，为什么 C 在物理上或逻辑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杭世基认为，这才是人类智慧的精髓，而这恰恰是目前 AI 的致命弱点。好，为了彻底搞懂这个非常深刻的议题，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分成这5个部分。我们会先深入了解杭世基的观点，然后追溯 AI 发展史上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路线之争，接着看看那个失落的黄金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再分析深度学习是如何胜出的。最后，我们会从这段历史中来思考一下 AI 的未来到底该往哪走。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第一部分，我们再深入一点来看杭世基的论点。他认为，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分可能与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天生就内建了一套他称之为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的认知框架。这听起来很学术，对吧？但其实很好懂。就像我们的小孩学讲话，你不用特别教他主词、动词、受词的顺序，他们好像天生就知道。狗狗追球是对的，但球追狗狗听起来就很奇怪。杭世基认为，这就是我们大脑内建的语法规则在作用。但 AI 不一样 ，AI 没有这个内建的常识或规则。你喂给它1000万句球追狗狗的资料，它也会学起来，而且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所以杭世基认为，正是因为 AI 学得太多、太没限制，反而让它无法真正地去理解。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哦。其实杭世基提出的这个预测跟解释的对立，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这场辩论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950年代，也就是人工智慧这个领域刚诞生的时候。
当时对于到底要如何打造智慧机器，就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形成了2大派系，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竞争。接下来这张表格，我跟你讲，超级重要。大家可以的话，先把这张图截图下来。真的，这张表格可以说是理解过去这70年 AI 发展史的关键地图。好，我们先看左边哦。这一派我们叫它符号主义 AI， 英文是 Symbolic AI。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群建筑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核心方法是逻辑演绎。他们相信呢，智慧是源自于一套事先定义好的鲜艳规则或是公理。他们想做的就有点像是我先画好一张超级完美的蓝图，然后呢，就根据这张蓝图用逻辑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智慧机器盖出来。所以你看哦，它最大的强项是什么？就是可解释性跟推理，因为每一步都是有规则、有道理的嘛。那刚刚提到的语言学大师杭士基，他就是这个学派的，可以说是精神领袖。好，那你看右边这一派叫做连结主义 AI， 英文是 Cognitionist AI， 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深度学习的始祖啦。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园丁，他们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叫做数据归纳。他们不相信有什么鲜艳规则，他们的主张是智慧这种东西应该是从大量的经验学习里面自己长出来的。就像园丁一样，我先播下一颗种子，然后用海量的数据，也就是阳光、水、养分去灌溉它，让它自己去发展，去形成模式。所以咯，它的强项当然就是模式识别还有预测。那今天我们常听到的深度学习3巨头，像是 Hinton、LeCun， 他们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啦。这张时间轴就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2条路线的消长。在50到60年代，两派同时出现，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到了70、80年代，符号主义 AI， 也就是建筑师派，取得了主导地位。当时大家觉得 AI 的未来就是要打造一个一个的数位专家，像是数位医生、数位律师，把专家的知识全部写成规则，让电脑来帮我们做决策。这就是当时最红的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s。然而到了2010年代，情势完全逆转。一个关键的转捩点是2012年，一个叫 AlexNet 的深度学习模型在 ImageNet 图像辨识大赛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直接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从那时起，随着网际网络带来了爆炸性的数据量，以及 GPU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情势就完全导向了园丁派，也就是连结主义。这场胜利其实更像是一场暴力破解，靠的是海量的数据和算力，而不是哲学上的辩论。好，那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由符号主义 AI 主宰的失落的黄金年代。当时的 AI 科学家，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核心目标就是要打造出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结构化推理，并且能够解释自己思考过程的机器。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符号主义 AI， 它是一种试图透过建立一个形式化的符号系统，以及操作这些符号的规则，来复制智慧的方法。你看，它的关键字就是符号和规则。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明确的人类可读的世界模型，这跟现在深度学习那种我们看不懂的黑盒子模型是完全不同的思维。讲到这里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超级经典的例子，1957年的逻辑理论家 Logic Theorist 程式，这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慧程式哦。你想想看哦，在那个电脑还跟房间一样大的年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它把数学逻辑的公理和要证明的定理编码成电脑可以理解的语言。接着，它会根据逻辑的推论规则，从这些公理出发，生成一堆新的有效的陈述。然后呢，它会在这些生成的陈述中，系统性的去搜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条通往目标定理的路径。最后，最酷的部分来了，
一旦找到了，它能够回溯整个过程，把证明的每一个逻辑步骤清清楚楚地还原给你看。这在当时简直就像科幻小说成真了。这在当时真的是革命性的，因为这台机器不只是在做计算，它在做证明。这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人类高级智力的象征，而且它还能解释自己的工作。这听起来超棒的，对吧？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后来这条路走不通了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尽管符号主义 AI 有这么美好的初衷，但它很快就撞上了一堵现实的高墙。符号主义 AI 主要有3大极限。第一是脆弱性，专家系统在它被设定好的领域内非常强大，但只要遇到一点点规则之外的状况，它就会立刻崩溃，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很像一个只会背书的书呆子。第二是知识瓶颈。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想要把真实世界，尤其是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全部手动写成一条一条的规则，根本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要怎么用规则去定义椅子？有4条腿的是椅子，那只有1条腿的吧台椅算不算？没有腿的蓝骨头算不算？科学家发现，我们人类靠感觉就知道什么是椅子，但要把这个感觉写成上百万条滴水不漏的规则，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三就是扩展性的问题，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规则系统也会变得盘根错节，到最后根本无法维护跟管理。就在符号主义 AI 停滞不前的时候，另外一边，也就是连结主义 AI 却迎来了完美的顺风。你看这张图表非常清楚，2个关键因素在2010年代之后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全球数据量和计算能力。这就像是一个食量超大的天才，过去一直因为没东西吃而饿肚子，也就是缺乏数据和算力。但2010年之后，网际网路给了他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也就是大数据，然后 GPU 给了他超级消化系统，也就是强大的算力。这个天才当然就一飞冲天了嘛。好，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连结主义 AI， 也就是深度学习，赢得了这场长达半世纪的战争，主宰了我们这个时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到底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现在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的大型语言模型，它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像是会产生幻觉、胡说八道、缺乏常识，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我们无法解释它决策过程的黑盒子。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很讽刺？我们绕了一大圈，花了几十年，结果现在 AI 遇到的最大瓶颈，竟然就是70年前那群建筑师们一开始就想解决的问题。你看这张投影片上列出的，这些都是目前 AI 研究最前沿、最棘手的难题：因果推论、常识推理、可解释性、稳健性，还有只用少样范例就能学习的小样本学习能力。这些挑战仿佛是符号主义 AI 的鬼魂，回来提醒我们，单纯的模式识别和预测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思考 ，AI 的未来可能不在于2选1。真正的未来或许在于将这2个看似对立的学派重新结合，也就是说，去打造一种混合式 AI， 既拥有深度学习强大的模式识别与生成能力，又能整合符号主义 AI 的逻辑推理、知识表征和可解释性，让 AI 不仅能预测，更能解释；不仅能学习，更能理解。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现在的 AI 透过分析海量数据，已经成为了寻找相关性的大师。他知道闪电这个词后面很常跟着打雷，但他真的理解闪电导致打雷这个因果性吗？这个问题或许就是 AI 迈向真正智慧的最后一里路，也是我们去理解 AI 能力与极限的关键。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 ，AI 很会预测，但还不懂解释，这是它跟人脑最大的不同。第二 ，AI 的历史就是建筑师和园丁这2条路线的斗争史，最后是靠着数据和算力的园丁派赢了。
第三，但建筑师们当初想解决的可解释性和尝试问题，现在又回来了。这告诉我们 ，AI 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建筑师跟园丁的携手合作。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